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图解。说真的，我们平常看新闻，整天听到地缘政治啦、金融制裁啦，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金钱在跨国之间到底走的是哪一条高速公路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跟着这个大纲走，先从大家最常听到的全球基准 SWIFT 谈起，看看它有什么致命伤。接着带大家认识两大挑战者，中国的 CIPS 以及俄罗斯的 SPFS。最后来个大比拼，看看这个越来越碎片化的未来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好，第一部分，我们先从全球金融体系里地位最无可撼动的老大哥，也就是 SWIFT 开始说起。这里要先帮大家建立一个超关键的概念哦。SWIFT 的中文全名叫做全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。你要知道，它其实不是一个帮你保管钱的超大金库，说穿了，它就是一个极度安全的传讯息系统，本身根本不持有资金，也不负责清算。它的运作方式超级像银行界专属的极机密邮局。银行之间只是透过这个网络传递加密指令，告诉对方，我要转钱给谁，而真正的现金流动其实还是发生在银行各自的实体账户里面的哦。11000，这个庞大的数字代表着全球有超过200个国家与地区，总共11000家金融机构都在使用 SWIFT。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，每天有几千万条讯息在上面飞来飞去，这绝对是我们现代国际贸易的超级基石。进入第二部分，来聊聊系统脆弱性。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老大哥系统，其实有着先天的限制，这几年更是暴露出了一些致命的弱点。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呢？首先是效率，这年头什么都讲求快，但 SWIFT 的跨境汇款通常还要等个1到3天，而且手续费跟中介费真的偏高。但更麻烦的是什么？是制裁。当地缘政治把这套系统当作武器，把特定国家直接踢出去的时候，很多国家心里就开始毛了，想着哇，我是不是也该准备个备胎了？这就来到我们的第三部分，中国的挑战者 CIPS。这是一个为了减少对美元依赖、防范地缘政治风险而生的大型替代方案。CIPS 的中文名叫做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。这个系统很有意思，它的诞生不光是为了解决传统汇款太慢的问题，它更明确配合了中国官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战略，企图打造一个能自己做主的支付网络。我们拉个时间轴来看就很清楚，从2012年启动以来，它发展的脚步越来越快。特别是2022年俄罗斯被踢出 SWIFT 之后，大量资金直接转向了 CIPS。到2025年的预测数据显示，它已经涵盖189个国家，间接参与者高达1514家了。看看这张分布图，从亚洲、欧洲一路延伸到非洲，这证明了一件事，它已经不再只是某个区域的实验性专案，而是一个实打实具备全球覆盖能力的强悍挑战者。数据会说话，光是2024年，它处理的金额就高达175.49兆人民币。单年成长超过40%，部分铁矿石交易也开始用它来结算了，甚至还搭配了数位人民币来运作，等于是直接绕开了传统的美元体系。紧接着第4部分，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替代方案 SPFS， 这是俄罗斯在面临制裁后自己疯狂加速推进的本土网路。SPFS 的中文是俄罗斯国内金融交易系统。它在技术架构上说白了就是模仿 SWIFT， 一样会做多层加密保护，但它的核心目标非常直接，就是在西方强力制裁下死守俄罗斯的金融主权，并且去支援卢布跟人民币等多币种的跨境交易。159，请记住这个数字，
自从俄罗斯在2022年被大幅排除在 SWIFT 之外后，目前已经有来自20个国家，共159家外国金融机构连上了 SPFS。你不得不说，这展现了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极大韧性。但这里有个超级大重点 ，SPFS 可没打算单打独斗。资料显示，俄罗斯正在积极拉拢其他人，试图把 SPFS 跟中国的 CIPS、印度的 SFMS 还有伊朗的 CEPAM 整合在一起。简而言之，他们想搞出一个完全不看美元脸色的金砖国家支付圈。好，到了第5部分，系统全面比较。卫冕者跟挑战者都出场了，我们就来客观的超级比一比，直接看对比最清楚。到目前为止 ，SWIFT 在全球参与度跟多币种结算上依然是绝对的全球霸主，而挑战者 CIPS 虽然冲得很快，但现阶段还是高度集中在自己的人民币结算上，主要玩家也多半是中国境内和特定区域的银行。当然啦，为了保持客观，我们必须点出挑战者现在面临的成长阵痛，像是遇到资金压力时，流动性可能就跟不上，在证券或外汇方面的功能也不够全面。最致命的是，跨境破产和法律保障机制目前还是个问号，这让很多外资银行还是有点怕怕的。最后，第6部分，碎片化的未来。聊了这么多，这些改变对你我的未来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过去几十年来 ，SWIFT 成功打造了一个统一的金融地球村，但现在这座村庄正在裂解。这不仅是因为 CIPS 或是 SPFS 这些区域网络的扩张哦，别忘了还有区块链和去中心化支付技术也在背后推波助澜。这带来了非常实质的改变。你看，就连香港汇丰银行这种国际级的金融巨头，为了贸易方便，也开始加入 CIPS 了。种种数据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：全球正在朝向双轨制，或者说平行的支付网络在转移。美元过去那种绝对主导的地位，正面临巨大的结构性考验。